上期说到，醉酒的凯多惊现巨龙形态，惊煞众人。凯多借着酒劲儿来到酒里上空，寻找与他有着深仇大恨的路飞和罗。简陋村的百姓们惊恐不已，四下逃窜，检验着酒里的平顶山玉田城遗址。路飞等人看到凯多发飙的一幕，路飞得知凯多的目标是他之后，突然向山下跑去。罗担心路飞生事，紧随其后。真打霍金斯为了阻止凯多，胡乱说了一句：“凯多大人，你要找的人就在玉田城。”凯多信以为真，一招热吸命中平顶山玉田城。没想到歪打正着，将平顶山瞬间打出一个大洞，将山治等人全部卷入其中。跑到半山的路飞和罗见到这一幕，呆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路飞在短暂的大脑空白后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凯多袭击了自己的伙伴。这下路飞真的怒了，全然不顾什么作战计划，怒吼一声，开启二档后向凯多的方向奔去。凯多一招热吸轰平了平顶山后，似乎还不尽兴，在简陋村里四处搞破坏。村民们惨叫着逃窜，苦不堪言。路飞跑进简陋村，跳上屋檐后启动3档巨人手枪，接着路飞跳上空中，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象枪，狠狠地锤在凯多的龙头上，将凯多的龙头砸进地面里。凯多整条身躯坠落下来，摧毁数座房屋。凯多属下的小喽啰们都傻了，什么人啊，啥家庭啊，敢袭击凯多大人？仔细一看，这个身影有点眼熟，干，这不是一拳秒了真打霍尔德姆又轻松干掉横纲扑倒的那个男人吗？这小子什么来头？除了路飞和罗同样逃过一劫的是，赶去简陋村的警卫门和小菊。凯多的攻击袭来，二人被扩展开来的能量波及，四周飞沙走石。不过二人没有什么事，从一片碎石折木中爬出来。警卫们看着被凯多轰出一个大坑的玉田城遗址，哀嚎一声，想要折回去寻找桃之助。小菊在身后拉住警卫们，比起这些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警卫们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妻子阿赫，于是二人兵分两路，小菊回去玉田城遗址寻找桃之助等人，警卫们赶去简陋村救出阿赫。目前凯多虽然被路飞锤躺下了，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发飙，那一次简陋村恐怕都要没了。路飞干了凯多一拳头，出了一口恶气之后，向玉田城遗址的平顶山跑去。他担忧伙伴们的安全。虽然凯多这一击威力很大，但路飞还是相信伙伴们一定会活着的。毕竟海贼王还没有大结局，大家作为主角怎么可能死？必须亲眼看到伙伴们活蹦乱跳，路飞才能放下心来。路飞在简陋村的街道一路奔跑，经过一群派出海贼团的小喽啰的时候，路飞看到他们似乎在围观什么。在众人的中间有几条马蹄子很是眼熟。路飞跑过去推开人群，看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半人马真打斯皮德。这家伙虽然是敌人，不过他已经被小玉的团子收服了，现在应该再送小玉回到九里海滩的路上啊。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？小玉呢？路飞扑过去，用霸王色震晕了其他小喽啰，抱起斯皮德，大声呼唤，询问小玉在哪里，是不是已经平安把他送走了。斯皮德睁开眼，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路上被凯多大人发现了，我虽然全力战斗，但还是没能保护好主人。”路飞一愣，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残酷画面。斯皮德在驮着小玉回到住处的路上，被凯多中途拦截。斯皮德拔出弓箭，凯多则张开嘴巴，一招热吸，将斯皮德和小玉同时干倒。只可惜斯皮德还活着，小玉却连骨头渣都没有了。可恶，我应该跟着的。路飞一拳头捶在地上，又愤怒又懊悔。一想到小玉享受美食时那种快乐幸福的表情，路飞的心里就如同刀绞一样疼痛。为什么这样可爱的孩子要承受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？这个国家究竟有多么黑暗呀？路飞跪坐在原地，储蓄怒气值。罗赶过来，跑到路飞的面前，劝说路飞赶紧逃命。凯多这个段位不是他们俩能对付得了的，一旦醒过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路飞沉着脸，因为过度愤怒而全身颤抖。小玉被凯多杀了，警卫们他们，我的伙伴，你的伙伴都惨遭凯多毒手，生死未卜。你让我怎么逃？现在在这里干掉凯多，一切就都结束了吧？罗刚要拉住路飞，路飞直接掠过罗，奔向凯多。凯多，老子今天就要干你，谁也拦不住。凯多猛地睁开眼，身周天雷滚滚，紫色的响雷轰隆隆作响。凯多挺起巨大的龙头，身体跟着飘起来。刚刚路飞的象枪对凯多来说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，毛事没有。你小子是谁？王路飞，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你小子就是路飞。凯多一听这个名字，全身的鳞片都立起来了。这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冤家仇人草帽路飞吗？凯多张开血盆大口，口中蓄满一个火焰能量球，接着凯多放出热吸喷向路飞，连同路飞身边的街道、建筑物以及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，瞬间被热吸摧毁成渣。轰隆隆爆炸声后，原本坐落在这里的村落被凯多毁成一片废墟。这时战斗音乐突然响起，路飞从烟尘中跳出来，奔向凯多。路飞又是一招象枪锤过去，凯多昂起龙头正面迎接，来打呀小子，往这儿打。
路飞的拳头和凯多的龙头碰到一起，路飞在空中一个空翻，稳稳地站在房梁上。凯多虽强，但路飞根本毫无畏惧，跳起来继续和凯多拼命，再次使出相枪打向凯多。二人短暂碰撞后同时弹开，凯多伸出龙爪掏向路飞，路飞四处逃窜，凯多飞向空中，一招神龙摆尾，将毛茸茸的巨型尾巴抽在路飞的身上。路飞双手握拳，死命对抗，最终在力量上略败一筹，被凯多直接甩了出去。路飞躺在一片废墟中，嘀嘀咕咕地说道：“不可饶恕，绝对不可饶恕！”路飞怒吼一声，身上爆发出红色的能量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路飞要变身成为赛亚人呢。凯多再次袭来，路飞双拳变得巨大无比，担心凯多不够他打的。弹开龙头后，路飞喘了几口粗气，接着向凯多飞奔而去。路飞对着凯多的龙头一阵狂风骤雨一般的猛烈输出，在路飞的脑海中只有小鱼那张稚气的脸。凯多实在是不可饶恕，今天绝对让他知道一下王路飞的拳头到底有多硬。路飞咆哮着给凯多一顿暴揍，看上去凯多似乎毫无还手之力，被路飞摁着揍。然而实际上凯多因为喝酒太醉，还处于懵逼状态，他是懒得去对抗路飞的拳头，正好借着路飞帮助自己挠挠痒。不远处的罗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下子完了，不仅暴露了身份，而且直接暴露给了凯多。路飞对着凯多一顿输出，最后一招勾拳击中凯多的下巴，凯多整个身体仰过去。就在快要翻过去的时候，凯多突然抓住地面，身体控住，路飞再攻，凯多喷出臭气熏退了路飞。路飞落在地上，脚跟还没有站稳，一个黑影压了下来。凯多蠕动身躯从路飞头顶上掠过，接着再次使用神龙摆尾，巨大的尾巴抽了下来。这一尾巴下去，1/3的简陋村估计都没有了。路飞跳上空中躲开凯多攻击，凯多眼神一瞥，瞥见了空中的路飞。路飞怒吼一声，自己像火箭一样从空中冲下来。他甩开手臂，开启二档。凯多张开大嘴，连喷几个火球。路飞通过二档的瞬移一一躲过。凯多的火球落在村子里，又毁了1/3的简陋村。路飞又大吼一声，他总是攻击不强，声音很大。路飞的相枪打向凯多，狠狠地锤在凯多的脸上。接着他又踢出一脚，一招巨人印章击中了凯多的腹部。趁凯多没反应过来，路飞使出大招灰熊冲，两个大拳头击中凯多的脑袋，将凯多打翻在地。凯多巨型身躯倒在简陋村，终于不再动了。霍金斯都看傻了，刚刚自己袭击草帽路飞和索隆的时候，这俩人没认真打呀，要不然自己还有命吗？同样是罪恶时代，实力相差这么大吗？凯多的龙形态解除，变回壮汉，躺在地上。罗呼唤路飞，见好就收，趁着凯多没醒，赶紧溜了逃命。但是路飞已经打上头了，原来爆锤四皇的手感这么好，这么上瘾。路飞身上的怒气值不变，他低声哼了一声，继续冲向凯多。凯多！被路飞一顿胖揍的凯多，此时突然苏醒过来，摸到手边的狼牙棒，拉过来站起身。他打了个酒嗝，身体摇摇晃晃，站都站不稳。他用狼牙棒撑住身体，勉强停止了晃动。路飞把自己的身体吹出鼓气球，开启4档弹力人模式。凯多还在懵逼状态，路飞跳起来后俯冲下来，对着凯多就是一招冤枉枪，强力攻击正中凯多的方脸，拳头打出来的余波甚至崩碎了大地。凯多站稳脚跟，扛下路飞这一招后，这个壮汉居然一动都没有动。他脑袋一甩，甩开路飞，路飞继续输出，猛攻凯多的肚子、脸，一顿猛攻，终于将凯多打退几步。路飞乘胜追击，又是大蛇拳，又是猿王群压炮，对着凯多一顿大招输出，以为这样总应该打掉凯多几百滴血吧，结果凯多都没有破防，更别说掉血了。最强生物不是吹牛逼的。空中依旧乌云密布，紫色的闪电轰隆坠下，突然一阵飓风刮起来，吹得路飞睁不开眼睛。被路飞打翻在地的凯多猛地睁开眼睛，空中的雷电击出巨龙的幻影。凯多站起身，浑身被雷电包围，他动了动全身的关节，骑着巨型狼牙棒，看起来路飞刚刚的猛攻连凯多的皮肤都没有攻破。路飞一看这也不行啊，没办法，只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大猿王枪。他在4档基础上使出3档，把一只手臂变得无比巨大，对着凯多锤下去。凯多拉开架势，举起狼牙棒，怒吼一声：“老子不发飙，你真当我是人肉沙包？”凯多用力挥出带着雷电的狼牙棒，直接击中了路飞的脑袋。路飞的大猿王枪也打中了凯多的肚子，结果凯多毛事没有，路飞被凯多一棍子打泄了气，飞了出去，击中后方的墙壁。仅此一招，路飞直接被打得失去意识，晕了过去。一边的罗见到情况不妙，打算用入木带着路飞一起逃走。霍金斯突然出手，用海螺石钉子打中罗，破了他的能力。接着霍金斯拔出拖把剑，对着罗一顿猛刺。罗躲开霍金斯的攻击，拔出身上钉子后，又瞬移逃离了现场。他可逃不远，应该就在附近，给我找一找。霍金斯将手下们派出去，大范围搜索罗。凯多这边看着失去意识的路飞，啧啧称奇。这小子虽然身手不怎么样，但是意志力十分坚定，居然一直在瞪着我。
凯多将狼牙棒放在路飞的脑袋旁边，凶狠狠地问道：“你说你要成为什么王来着，小鬼？”我是田文军，咱们下期见。